欢迎大家。因为大家也很想一窥董事长办公室里面的画，好吗？这个是我收藏的齐千年的画啊，刚好刚好齐千年在这边。来，在这边，我们在这边。对。这一幅画哈，最后跟大家介绍，这个画的地方可能有些人不太知道，这是我们圆山2条很尖彩的地下的密道的其中一条是西侧的，那这个是西侧的密道。如果用英文来讲，密道可能会更贴切，就是一个 passage 有一点它比较像是一个会在地下去往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的点，我们都把它叫一个 passage， 一个通往某一个特别的地方。那这是齐千年画的那这个也是齐千年，这是我收藏的齐千年的画。这个是会割成2大字，因为他去到韩国参赛，没有办法带，他就这样子收藏起来。那一幅也是他画的，这一幅画是很特别，他的意象非常好，因为他看到的就是一个比较可能到希望的感觉的一个画。你看，画在一个好像很宁静的一个这个野外的地方，他是看的是一个明亮的未来。我跟你讲以前人家都很坏心，那收藏人的画以后都希望说那个画家如果早一点买单，抓起来。但是我就讲，我跟那齐千年画展，我有去讲，我说现在人都没有那么坏心，像我们收藏画的人我们都会希望说，赶快他一画我们就把它买走，因为画家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画家在他的一生当中，他的画风都会改，所以他这个是他早期的画，你们去看那他不用等他抓改，因为他现在他的画风都改了。在上次我去参加他的画展，他的画是比较几何的，因为他的内在我有讲过，隐藏一个男人，外观是漂亮的女生，他隐藏一个男人的一些特性都有，很坚强、刚毅的，有想法的。那所以他会做出一些上次一些几何图形。但是这一次他在这个圆山参展，他的画风又不太一样，又没有那种男性的刚硬的东西，然后增加了更多的神秘的色彩。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天马行空的生涯。那他用的这个，他对颜料的使用也很厉害。他用的颜，不管是比较明亮的，或者说比较暗一点的色调，那它的那个奔放的或者神秘的，它也是有深度、有厚度的，感受力很强。这是我的感觉。它都画在这边，将来这一幅可能会涨到1000万、2000万、3000万。我讲这样不一样我讲那种颗粒你讲那个画到等于你要个画这啊，还画迄种。未来画个无同，是不是当这是下骹以前第3代我有咧观察，因为收藏画的人较巧，你知影这个人后变画会变做啥，所以咱像咧看股票啦，这样子好不好？你们买走以后，你站在一个画家的良心，要兼顾到我们的财务，你懂吗？所以呢，我们的财产权利，所以你第4代最好变动一点，好，那等一下买走你的画的人，他以后。那个前面的买走都有福利可言我一向很照顾我的原始股东。1, 2, 3。
然后跟着这个庆龄大师，难得有这样的机会来到台北圆山饭店，而且呢，我们今天有一个重量级的人物出现到我们频道上，我们欢迎圆山饭店的董事长。好，跟大家问候一下，我是林玉生，也是圆山饭店的董事长，但是我不是重量级，因为我身材还不错，没有很重。因为我有看过那个林董事长这边的近期的一些专访跟内容的部分，主要是提到圆山近期有开了整个密道，让人家来做参观的部分。那这部分是不是让大家来了解一下这个地区这个内容的部分大概是怎么样？圆山的文化导览其实是非常有名的，所以各位如果现在来到圆山，可以看到大概大厅每天都挤得满满的都是人的，非常多。那大家都是对一个我们国人的共同的一个回忆，一个我们国人共同的文化地标，大家都非常有兴趣。其实以前的这个圆山，其实它有个很神秘的面纱，因为以前都是权贵来这边的人。都是以前我们讲一句白话，就是讲有头有脸的人以前的人是这样，因为他接待过111个国家贵宾，各国的元首111个，所以对于这边的安全维护，当然就会特别的重视，所以做了2条密道。那现在大家来看的这条密道是在西侧的密道，那它通往的地方呢是剑潭公园。好，那有一条密道，事实上自从它建好到现在已经48年了，到现在都还没有开放，48年。什么时候开放？我预计它明年3月会开放。那这条密道也非常精彩。这条密道会通往哪里？它会通往以前的一些遗址。这个遗址就是一个这个孔二是这边第一代的总经理，通往他住的地方，然后也通往以前的日本时代的神宫的地方。好，那里那个神宫现在因为那个飞机掉下去毁掉了，但是还留有一些遗迹啊，包括还有一个那个防空洞，那个防空洞不是给人去躲的，是给神明躲的，因为那里祭祀的是日本的日照大神，他们的祖先。所以如果有飞机要轰炸的时候，神明也要避难，所以有神明的避难所这是非常少的啊，只有圆山才有还留着啊，所以。这个跟大家报告，有机会大家都可以再来看参观。明年3月就有开放，然后还有一个是收藏的部分嘛，就是有关于董事长这边有收藏很多的艺术品之类的。那董事长这边对于艺术品这方面的收藏有特别哪一类的喜好吗？好，这个要收藏这个很有名那个所谓的 大师的 masterpiece， 大师的这个东西，其实这个要看每个人的口袋啊。我的口袋没有那么深啊。当有很多画家已经非常成名的时候，其实我对他们的画作会很喜欢，也会去欣赏。但是我觉得这个收藏就留给更多那个口袋很深的人。那我会去我就用我的视角去看。我觉得那个画家他是潜力股，他的。第一个当然要是喜欢的，你喜欢了以后，这是第一个，而不是把这个画家的画买回来，然后等着他有一天增值。而说你真的就是对这个画作有兴趣，他的画作是你所喜欢的。有些人的画作你看来就会觉得哇，那就是我要的。那7000年的画，某种程度它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收藏。那我觉得一个新的画家，或许他没有受到很多的所谓的大师给他的影响，有些经过了一段很长的，可能几10年的岁月之后，会有很多人给他很僵硬的影响，他会可能是一个桎梏、一个控制，被很多的观念绑住的那种感觉。但是7000年呢，我这样讲不知道对不对，应该算是无师自通。半路出家那条还是不太对，可以更正一下。其实我的启蒙老师是20年前文化大学美术系教授林金彪教授，我的油画启蒙老师。对。那他有没有20年来每天都在给你这样？没有，因为我跟他学画学了2年之后，他也协助我办个展，之后我就到国外，大概离开快20年。对，那这中间在国际上，比如说我新加坡住15年，我就到新加坡艺术学院去进修。然后我碰到哪一个老师，我觉得他有他的特质，我都会去请教老师。所以其实我走到哪里，每个老师都是我的老师。对，我会吸收很多不同的画派，然后融合之后变成我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创作。或许是因为这个样子，所以我就会觉得他的画就是比较特别。那当然就是因为可能他在我认识那个7000年的时候，我觉得他的画风还是在一个很摸索的阶段，就是直接试着找出自己所要去呈现的东西。那当然
就我的角度来看，我会觉得，这一个画家的画，他并还没有一个固定的风格，这个时候收藏最好。第一个，你可以看出这个画家他本身他的内在怎样呈现的一个东西。因为刚才我大概把几幅画做了一些介绍，然后把我的感觉讲出来，然后跟他后来，果然没有错，因为经过了这几年下来，的确年一直在改变他的对画作的一个新的一个概念。我觉得这个是好事情。去收藏一个很成熟的一个画家，对这个画家的一些画，我觉得必是。然后我觉得他好像是一个还没有成熟的酒一样，其实他是在纯化的过程，它是在演变的，它是在变动的。所以这个就是像酒的初期，就是我收藏这是7000年很早期的画，但是后来我发现，这个酒开始在变了啊！当然，我所谓的变不是这些放在这边我收藏的画在变，而是说它接下去呢，它变成它现在的中期的一些画作，然后今天在圆山展览又变成现在的，也不能说是后期啊，因为它还可以活很久我说的是更现在的一个又蜕变成现在。那你说一开始的酒好喝，或是越放越好喝呢？如果从酒的观点，可能是越放越好喝。这个圆山下个月要推出那个牛年的酒，这个牛年的酒就是最原始的酒，就是在那个桶子里面，它没有跟别的桶子混在一起，然后它也没有加水稀释成我们在喝的原桶的酒，叫做原酒。原酒是最贵的，很多酒厂都不愿意把原酒卖出来。那我们找到这个我们台湾最厉害的欧玛酒厂，就是我们国家的那个台湾烟酒公司，其实他们跟那个格马兰一样，这个酒那 whisky 都得到很多的世界的金牌，很厉害。为什么很厉害？为什么格马兰跟这个欧玛生产的 whisky 没有几年就超越了很多的世界知名的品牌的 whisky？ 是因为台湾得天独厚，我们在亚热带，以前这个酒都是在那个像苏格兰那么寒带，所以在成熟比较快。加上我们有一些，我们台湾水果很厉害，所以我们有很多水果的桶啊。比方说荔枝桶啊，或者说那个葡萄酒的桶啊，他们过了那个荔枝酒的桶，过了葡萄酒的桶以后出来的风味，一个老外评审一喝到，哇，惊艳，这什么酒？哪来的 whisky？ 台湾的以前没听过，现在很厉害，大家都知道了。我们现在在牛年推出这个酒，这个原酒嘛，就好像77年它一开始的时候的开始的画一样，现在竟然变成最贵的，你知道吗？因为原酒现在不卖了，没了，都买原酒，所以2瓶15000，没要买要赶快，根本就买不到，保证你买到只有15分钟可以卖。你知道看那个国宴酒，1瓶3800块，只卖15分钟，2400瓶卖光光。原山原选的台湾在地的威士忌，这个就是我常比喻这个酒，比喻这个画。其实画并没有说到最后最成熟的，它就是最棒。在一开始的时候，那个作者他所要呈现出来的风格是什么，那是一个很可贵的经验。我不知道我不会讲太多，但是我就忍不住讲。就像原酒，这个原酒它是最原始的，没有经过调在一起的，但是它是最棒，因为它的风味是讲不出来的那种感觉，就好像尼美的 whisky， 有些人说这个味道好那个有煤炭味，不敢喝。但是很多人喝 whisky 喝很久的人，他会觉得哇，尼美的味道怎么那么棒，那么好，那就喝尼美的 whisky。要不要先去我等一下给你们闻一下？我这里有。等一下一定要来闻一下。既然董事长都这么说了，对啊 ，OK。那我讲2句，跟林董这边认识到现在，我也很感谢他。其实我在创作这一块，他是真的见证我一步一风格的成长。我们好几年，他看到我不同风格的转变，那其实他也给我很多鼓励。对，那我在他身上也学到很多待人处事的一个方式。真的是让我很敬佩的一个前辈。对，那我很开心，因为他的鼓励，然后我这样一直往艺术这边一直前进，到今天所有的风格的转变，就如同圆山以往也是一个很传统的一个饭店，一个很尊贵的饭店，可是到现在他经过林董，这个是我要特别讲的，他是我非常崇拜的一个企业家。为什么这么讲？圆山大家知道以前都是一直亏损，可是他上任之后不到半年，真的是转亏为盈。这个是我非常敬佩他的地方，因为这是只有企业主真心为这个企业，然后去用心经营才有的成绩。那他在各方面其实都涉猎很广，所以他也是一个政治家、企业家，他更是一个文学家。跟他认识这么久来，我觉得我在他身上学到很多。所以为什么我的画风一直在变？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是现代人，需要去求新、求变、求进步，重点是求进步。所以我们每天都是跟自己在比。就如同林董事长，他对于圆山明天要比今天好，所以他一直推展
把圆山一直推广出去。所以疫情关系，大家很多各行各业都很冷淡，可是圆山完全看不出这一个画面。我想这个林董的功不可没，所以今天也很高兴说有这个机会，那来到这个办公室，那看看林董收藏我的画，那也是有一些这样的连结，所以能做出一些不同的感觉，甚至包括这一幅密道，其实我是用很当代的角度来做这一幅画，对我也很开心，可以为圆山做这一幅画挂在这边。好，非常感谢我们庆林老师还有林董事长今天的一个莅临的，对，要记得酒要记得买，因为它可以保值很久。OK， 好，谢谢大家。A few moments later. 这些册子最早的已经有68年，要进入69年的历史了。我告诉各位这是什么？你们就会敬佩以前的人有多厉害。开给你们看，先拍一下画面，是账本，这个就是他们的账本。那以前的账本有什么特别呢？你看哦，这个字都比蚂蚁还小，都用手写的。然后我告诉各位，这可以公开吗？可以啊，当然可以。我告诉各位哦，有一个我没有办法理解的一个问题，就是这里我们一共有500册左右，很奇怪，我认真的翻了好几百册，我要找出一个错字，用立可白涂的，可能以前没有立可白，但是为什么我找那么久找不出一个错字呢？里面个比麦还小的字，为什么找不到半个错字？这不是很厉害吗？真的是这个人家说什么卧虎藏龙的，在我们的这个世界上啊，在每一个地方都有厉害的人。对，我看得很敬佩这些以前的同事用这个蚂蚁大的字体，然后我找不到他有错误，那个一定有修行，然后心很定，对，心要很定的。因为我没有看过庆林这种画风的画，你要买的话可以来找我，他是我做家庭，我可以给你弄个价钱，不会卖太贵。他不会赚你1倍2倍，他赚你10倍。好，懂了。来，各位一起来啊！来，一起。I can be the